瑞典智库机构公布了一份全球军工企业收入报告，其中除了一向热衷于到处煽风点火的美国军工依然独占鳌头之外，中国军工的突飞猛进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据报告显示，虽然在排名前100的军工企业当中，中国只占到了8个位置，但整体收入却达到了1080亿美元，占入榜军工企业份额的 18%， 而与之相对的欧洲26家军工企业总收入才不过1210亿美元，并且优势还在不断缩小。对此，外媒评价道，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展现出了自己的强大实力，这使得中式武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获着越来越多的认可。毫无疑问，在国际局势越发复杂的今天，强大的中国军工就是中国发展最有力的后盾。然而，鲜有人知道，就是这般重要的中国军工，它的发展历程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在有一段时期一度走到了破产的边缘。直到一辆娘不亲舅不爱的坦克横空出世，卖爆国外，这才终于盘活了危难中的中国军工。这辆坦克便是中国首款自主研制的69式主战坦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69式会在国外收获这么多的欢迎呢？想要弄清楚这一切的答案，我们还得从69式的前生今世开始讲起。1969年3月16号傍晚，在天色半黑不黑之际，冒着难以忍受的严寒和连绵不绝的炮火，2名解放军战士穿着没有御寒功能的轻潜装具，相继破冰潜入了乌苏里江的江底。随后，在岸上岸下众人的合力之下，一个漆黑的大家伙被从江底拽了出来。而这个大家伙就是后来改变了中国军工的天赐机遇——苏联陆军的绝对王牌坦克特62。特62坦克是苏联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研制的第2代坦克，在1965年5月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仪式上首次亮相，其先进的技术性能一度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因此，在珍宝岛战役中，面对被地雷炸伤履带而无法行动的局面，苏联军方才会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炸毁击沉。而这同样也是解放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将其从江底抢救回来的原因。事实证明，战士们的付出是值得的。通过对特62坦克的研究，中国成功对当时我军主力的59式坦克进行了性能升级，并且还以此为基础，研制出了包括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69式火箭筒、红箭73式反坦克导弹等一系列武器。而69式坦克也正是在此之后被设计研制出来的。1974年，69式坦克研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作为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制的坦克，69式坦克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国科研人员找到了正确的坦克穿甲弹发展方向，并培养出了一大批坦克研制人才。不过，由于经验的缺乏，很多先进技术在没有完全吸收的情况下就被应用，这使得69式坦克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尤其是69式坦克采用的100毫米滑膛炮，发射后很容易留下火药残留，稍不注意就会发生炸膛的现象，这使得其风评一度严重受损，前后也就只装备了1000多辆，撞了南墙只能回头。就这样，刚刚面世不久的69式坦克只能回炉重造，等到存在的问题被全部解决，已经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而这时，西方和苏联在坦克技术方面已经再次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别说重新归来的69式坦克，就连其后辈80式都面临着刚研制成功就落后的窘境。于是，实用性不及59式、先进性不及80式的69式坦克就落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之上，成为了娘不亲舅不爱的存在。这边69式坦克发展受挫，那边中国军工行业也同样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处境。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家开始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之上，于是便提出了精简裁军的政策，叫停了很多不必要的项目。虽然客观来讲这并没有问题，但还是不可避免的使得国内大量的军工厂难以为继，走到了要么倒闭要么转型求生的十字路口。而就在这个转折关头，运气再度眷顾了我们。1980年9月22号，由于边界和领土上的纠纷，伊朗和伊拉克这对被共称为浮在石油上的兄弟国家反目成仇，掀起了两伊战争的序幕。后来，伴随着战局的发展，加之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介入，双方都出现了军备紧缺的情况。其中，伊拉克方面既不想要当冤大头，受美国人的蛊惑购买天价美械，又不想同邻居阿富汗一样受到苏联的钳制。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伊拉克开始将军备采购的对象放到美苏以外，并很快便找到了中国身上。面对伊拉克的订单邀约，中国在最开始其实并不想接受。
一方面是中国作为第三国，并不像美苏那样喜欢干涉他国的事情，不希望掺和到两伊战争当中；一方面则是伊拉克的订单太过惊人，一口气要求中国提供2860辆坦克和286辆坦克牵引车，这在当时几乎没有几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能够实现。然而事实证明，办法总比困难多。在看到中国犹豫不决的态度之后，伊拉克代表缓缓举起了一只手，一辆坦克50万美元。不得不说，伊拉克看人真准啊，就知道中国是有这个工业实力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伊拉克以超过10亿美元的总订单价和中国军工企业签订合约，而他们要购买的就是饱受争议的690坦克。为什么伊拉克要买690坦克呢？一方面，在经过改良之后，6920和6930坦克都解决了前一代的技术缺陷，稳定性大有提升，完全可以承担起主战的任务。另一方面，就算伊拉克开到50万美元一辆坦克的价格，也比当时苏联兜售的特62坦克要便宜，偏偏双方又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再加上由于伊拉克特殊的地理环境，伊军很多时候都是利用坦克充当固定炮台，只要能打炮，其他所谓的先进功能基本都是摆设。于是在中国部队当中沦为鸡肋的690坦克便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伊军手里的香饽饽。经过3年的鏖战，在中国所有军工企业的通力合作之下，伊拉克的巨额订单最终被成功交付。而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同样发现了690坦克的不凡之处，也开始向中国求购该款坦克。由于伊朗过于热情，中国只好借助第三方国家渠道满足了双方的愿望，而伊朗和伊拉克对此也都心照不宣。有了两伊战争提供的广告，690坦克很快便在全世界范围内走红，许多国家纷纷上门进行求购。例如最著名的龙眼换坦克，就是在1987年，泰国通过大米、龙眼等农产品向中国换取了50辆692型坦克，最终在与越南的战争中大放异彩，把不可一世的越军打得抱头鼠窜，成功遏制了越南的侵略野心。690爆火，海外市场也盘活了处在寒冬当中的中国军工行业。光是在整个80年代，中国军工就创造了100多亿美元的外汇，其中690坦克一项便卖去了20多亿，算是妥妥的销售冠军。依靠着690坦克带来的救命钱，中国军工自给自足，稳步前行，许多人才也因此没有流失，成为了后来中国研制96式、99式坦克时的中坚力量。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美国以一场极其漂亮的战役向世界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战争。与此同时，也打散了苏联的心气，打醒了全世界。面对这从未平静过的世界，谁都知道，如果想要稳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真正的富强，就绝对不能马放南山。正如钱学森老先生说的那样，手里有剑不用和手里没有剑始终是两码事。如今中国军工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当然我们并不像美国那样因为热衷于当世界警察，从而毫无克制地发展军工力量。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能够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换句话来说，中国军工存在的意义就是以备战止实战。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美国之所以愿意跟中国讲道理，并不是其真的有道理，而是其没有同中国必胜的把握。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平并不是放弃武力的理由，唯有武力傍身，才能捍卫真正的和平。2023年1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在俄乌战争经久不息的情况下，非洲军火贸易市场版图迎来重大变化。作为曾经非洲军火巨头的俄罗斯，对非武器出口份额跌至第4位，中国军工一跃而上，成为对非最大军事武器出口国。据悉，至少21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军火贸易协议，且这个数字仍在不断上涨。那么，中国军工究竟如何赢得非洲人的青睐？2015年11月下旬，中国航发公司启动了一项规模宏大的非洲发展计划。该计划包括在非洲建造一个航天培训中心、2个区域营销中心、2个维修中心、3个配件中心，以提升中国国产飞机在非洲的销量和售后服务。南非、坦桑尼亚、刚果是该计划实施的主要国家。位于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的备件仓库也在筹划中。航发公司坦诚，此举是在整个非洲大陆进一步拓展军工业务更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据相关报道，航发公司是中航工业子公司，而后者作为中国最大的军工技术国有企业，一直在参与研究和出口空军武器，例如歼10战斗机出口版本 FC-20、JF-17雷电。从2015年起，随着中国航空航天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国空军装备也持续性走向国际社会，并在非洲飞机市场牢牢占据着一定份额。
津巴布韦、赞比亚、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均在进口中航工业制造的飞机。非洲各国80%以上的空军教练机均来自中国制造，因此航发公司在非洲的新计划旨在进一步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在非洲的飞机市场份额。而经过短短几年筹备和发展，中国军工彻底走红整个非洲。不光中国航天制造飞机、坦克、装甲车、导弹等军工装备同样饱受非洲各国欢迎，尤其是在近2年非洲局势动荡、各国军事政变不停的情况下，中国军火俨然成了最受欢迎的军火储备。进入2023年，西非局势愈发紧张，尼日尔军事政变辐射范围越来越广，西共体不得不出面干涉。尼日尔军方已下达全面备战命令，并宣称将会对任何形式的军事入侵发起反击。尼日尔的宣言得到了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响应，两国迅速将军队布置到尼日尔，表示将会参与战争。据悉，这已经是过去3年来西非掀起的第4场政变。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中，不少非洲国家都开始寻求与中国军工的合作，大批量囤购中械装备。以马里为例，作为全球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马里还是从中国手中购买了不少装备，例如山猫全地形车、配备在车上的 W85 重机枪、榴弹发射器等等。另外，中国的 WZ551 轮式步兵战车、VP11 防地雷反伏击车也很受马里政府欢迎。据统计，仅2023年，马里就从中国购置了足足70辆卡车的装备。除马里之外，其余非洲国家对中械装备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狂热。尼日利亚购置了中国大批 VT4 主战坦克、89装甲运输车、大量火炮等重型武器，甚至就连中国的翼龙2无人机也可以在尼日利亚见到。与此同时，非洲的安哥拉、塞内加尔等国同样对中械装备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不到10年时间，中国在非洲军火市场上的贸易伙伴国从10个激增到了21个，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在全世界都将目光集中在俄乌战场巴以冲突上时，中国早已不知不觉完成对俄法的反超，成为非洲第一个军火供应国。那么，中械装备为何得到非洲各国青睐？中国军工受到非洲友人青睐的首要原因，自然是中国武器的物美价廉。在中国之前非洲军火市场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割据。美、法、德、俄任何一个国家的出口到非洲的武器价格都不便宜，尤其是欧洲国家，在制造高质量先进武器方面长期享有盛誉，但价格普遍比较高，直接劝退了一众非洲国家。作为全球最贫穷的地区，非洲国家普遍经济实力较弱，许多地区仍未脱离温饱，连生存都还是问题，又何来足够的资金采购欧洲国家的高端武器？而中械装备向来以物美价廉闻名，尤其是战争刚需的主战武器，一直沿用着设计朴素、实用性强、成本可控等习惯。因此，仅从价格上来讲，中国装备无疑是最适合广大非洲国家。其次，中国装备出口后续保障服务很完善。中国在非洲军火市场做的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不管我们的武器卖到哪里，后续维修、零部件供应就会跟到哪里。甚至于许多中械装备就是中国国防部专门为了非洲国家所研制。不管这些武器出现任何问题，中国都会尽可能提供维修和退换服务，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西方世界面对非洲本就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姿态，武器卖完，交易也随即终止。想让一心为钱的资本家们为后续武器的保养升级提供保障，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后期保障行为明显更加可靠，更能赢得非洲国家的青睐。再者，中国对非军火出口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条件，军事贸易本身与国家政治、外交立场等敏感问题不存在任何关联。我国的军事贸易完全站在双方平等交流、相互成全的基础上，可西方世界却并非这样。实质上，西方国家向非洲出口军火，看重的从来不是非洲人口袋里那少得可怜的钞票，而是非洲广袤的资源以及更具价值的潜在战略资源。武器销售从来都只是西方世界掌控非洲、借机趁火打劫的幌子。以美国为例，其出口向非洲的高端武器都配有密码、许可条款等种种限制，一旦购入国出现与美国利益相悖的情况，或者有违美国的意志，高价购来的武器就会变成一堆废铁。两相比较之下，非洲国家自然会选择平等对待自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中国。最后，这些年中国军工的崛起让非洲国家看到了中械装备的强大与可靠，这也是非洲友人转向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2015年9月，中国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轰鸣的战机、排成长龙的坦克装甲车、被称作航母杀手的东风 21D 导弹，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国防的强悍。再到近些年，中国自主研发航空母舰的下水、歼20战斗机的量化生产、055大驱的震撼世界，
一项项走在世界前列的尖端武器频繁亮相在世人面前。这些军工产品的出现给了非洲人十足的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式军械完全可以取代西方军火市场，而且更加物美价廉。当然，除了中国军工自己很争气之外中式装备之所以如此迅速在非洲铺开市场，与当下国际形势也脱不开关系。准确来说，是俄乌战争、巴以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传统军售大国的精力和视线，非洲军火市场出现空白。而军工贸易蒸蒸日上的中国恰好承接了这大片的市场，尤其是法俄两国对非军火出口的减少，直接帮助中国打开了非洲军火市场的缺口。实际上，俄罗斯一直是对非军火出口大国。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普遍增长，非洲国家出于国防和稳定政权的现实需求，大幅增加军费。根据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1999至2008年，非洲国家的军费开支从146亿美元提高到了204亿美元，涨幅达 40%。然后，美俄国内军火公司开始疯狂涌入非洲市场。以俄罗斯为例，1992至2010年间，俄罗斯在非洲拥有19个军贸伙伴，出口了总价值 89.69 亿的军事武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俄罗斯经济不光受到金融风暴影响，还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经济增长受挫。为促进经济恢复，俄罗斯愈发采取多种手段向非洲国家推销武器。仅2007年，俄罗斯对外军售总额就高达45亿美元，2008年这个数字来到59亿美元。自那以后，俄罗斯一直占据着非洲军火市场的半壁江山。直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俄罗斯不得不将精力转移至前线战场，对外武器出口这才一减再减，一度沦落到现在的对非第4军火出口国家。与俄罗斯一样，法国军火出口也有着相似的历程，只不过俄罗斯缩减武器出口是为了供给国内军队，法国人减少军火输出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对付俄罗斯。两大战争的牵制，让法国瞬间失去了对非洲军火市场的掌控，再度给了中国军工一个反超的机会。中械装备全面占领非洲市场，走向全世界，背后首要原因自然是中国军工的崛起。但与此同时，也与中国友善对待非洲国家、武器物美价廉、国际局势动荡等因素脱不开关系。归根结底，无论是中国武器出口的增加，还是法俄武器装备的转移，都是源于全球热战的爆发。如果可以避免战争，中国人宁愿不要非洲这片广阔的军火市场。